哎呀，我是交了智商税了吗？这一早上过来就发现有桃子掉落在地上了。哦，看看招了好多的蚂蚁，上面还有被什么动物咬的痕迹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干的呢？实在是看不出来呀。如果浣熊的话，它不太可能是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已经给咬烂了。浣熊太厉害了。这就是刚才掉落的那个桃子上面的这个支组，它上面原本是有12个桃子的，刚才数了数就剩11个了，应该就是它上面掉下来的。这树上当初是有56个桃子，我们摘了4个吃掉了，现在又损失了1个，应该还剩51个。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桃子丢失了。49、50、51、52，还好，加上掉了的这个还是有52个。是有什么动物过来偷桃，没有偷走吃掉。大部分的桃子还是好好的，不过这里也确实看到一个长在枝头的被咬坏了的，这应该也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这肯定不是浣熊干的了，浣熊的力量没有这么小，这应该是更小型的动物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了松鼠，很有可能是松鼠干的了。再来看看这些伤痕，大家有没有知道松鼠抓咬过的痕迹是什么样子的？还有这一个，我把网摘掉，再来看看这种小小的痕迹。这些桃子5天了都算安全，没想到该来的总还是来了。这个动物驱避器看来效果真的是很有限呀。如果是松鼠的话，要是松鼠对超声波特别敏感，它应该不会抓咬到上面的那个桃子，应该早就被吓跑了。初步判断的结果是对松鼠的效果应该是微乎其微，非常有限的。对浣熊和鹿呢，我得再继续监测看看。我是感觉动物驱避器这几天的效果还是有的，所以后来又多买了几个，想把我的甜瓜、西瓜什么的也给保护起来，还有那个桑树也保护一下。我打算再给它个机会，测试1个月的时间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，别真的是交了智商税了。过去再看看看玉米的驱避器能不能起到点效果。这一片种小麦的地，之前是打算种毛豆的，一直也没有耕出来种，现在已经晚了，种不了毛豆了。我们就打算这2天给它耕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准备开始种萝卜了。种萝卜的季节已经到了。看看它看护着左边这片玉米，还有右边这片西红柿。其实左边这片玉米当时已经被鹿毁得差不多了，但是我们是有印象的，知道有什么毁了，有什么还在的。西红柿看起来后来是没有新的损失了，该红的都已经红了，我们也摘过一些了。玉米呢，在装驱避器之前已经是毁得差不多了，装上驱避器之后，看样子是没有新的破坏的痕迹了，而且我看了看，附近也没有鹿的粪便了。这是不是还能吃上几个呢？应该还是有希望的。这第2批的玉米没有被鹿破坏过的这部分，看来是有希望能保住了，还是给我们剩下不少的。如果这批玉米我们能吃上了，后续不再丢失新的玉米了，那我们就暂且认为这驱避器对驱避鹿短期还是有点效果的吧。这是第3批的玉米，有一些也已经开始抽穗了。第3批玉米长得是特别高大，比前2批都要大多了。其实我们说驱避器到底有没有效果，能有多长时间效果，真的是很难下结论呀。我也不知道这批鹿是因为我们把小鹿给赶走了，后来就不怎么来了，还是说因为我们上次看到它吓了它一次，它就不来了，还是真的驱避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呢？说不准，只能长时间的再去观察了。因为我们院子里边这种鹿喜欢的玉米啊、果树啊还是挺多的，可以到处看看有没有被鹿重新咬过的痕迹，那就知道到底作用怎么样了。我是尽可能的把每一个需要保护的树都给它用驱避器覆盖上。这第4批的玉米也又长起来了，又该中耕除草施肥了。原本是当初种毛豆的地方，毛豆都被兔子给我吃光了，最后没办法，实在是没办法，又只能种下这些玉米了。这桑树的生长能力可真是强啊！从上次被鹿给我咬秃咬光之后，到现在也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，又重新都发出枝叶来了，长得还挺旺盛的。以前有叶子的时候还能吃上几个桑葚，现在没有叶子了，只要一红还没变紫就被鸟给吃光了。这收获只能看明年了。丽丽在这儿摘甜椒呢，看看我们今年种了很多这种比较大个、长得像辣椒但是不辣的这种甜椒品种。这种甜椒、辣椒就得经常的摘，大一点就摘下来，这样能促进小的辣椒、柿子椒快速的长起来。很多品种的甜椒和辣椒其实也是需要用笼子给它支撑起来的，这种笼子就是3层的就够了。如果没有笼子的话，哪怕是用一根竹竿或者是立柱插上，然后把这些甜椒和辣椒稍微绑一绑，这样也不至于让它以后结了很多辣椒、甜椒的时候倒伏了。
我们今年就给个别的几棵甜椒和辣椒弄了，以后如果再有长得特别高要倒的，再给它用竹竿稍微绑一绑吧。有些呢已经是因为它结的甜椒太多太重而提前的倒下来了，像这种已经是倒着生长了。我们把上边的甜椒给摘下来，就先暂时让它这样吧，立也不好立起来了。而且我们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打理这么多的甜椒了。其实铺了这种防草布的一个好处是，即便是有些甜椒、辣椒倒下来，倒也不至于挨到泥土，导致腐烂或者是生虫生病。像这棵辣椒已经是弯着生长了，这边这棵也是。有的品种啊，像这种小辣椒，它不会长得特别高大，所以也不会倒伏。这种的话，就基本上不需要任何的支撑。看对面那边那几棵都是这样的，不需要搭架的品种。看看这些不需要搭架的辣椒，这个品种是杭椒。这种需要搭架的辣椒呢，是韩国店我们买的辣椒抠种子种的，现在上面结了好多，也挺不错的。好像是特别大的都被丽丽给摘掉了，这里边没有特别大的了。你看它长起来之后，还是能长得比较胖、比较圆润的。这黑莓啊，今年生长出来的新枝延伸到比较远的地方了，鹿从这儿经过的时候，把上面的叶子都给啃光了。这也是在我装去皮器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后面可以再跟踪一下，看看黑莓有没有再发生新的损失了。哇，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，丽丽摘回了这么多的菜。下边都是刚刚看到的甜椒，上边是黄瓜，有2种，白色的是旱黄瓜，绿色的是那种常绿黄瓜。这儿还有一个甜瓜。我把这个被咬坏的桃子也给摘回来，数量少就是好啊。这树上摘下来之后还有50个桃子，记得清清楚楚的。把袋儿给它解开看一下。哇，真是特别香啊！这种水蜜桃的香味是采摘园的桃子根本就没法比的。看这面没有被动物咬过的，还是相当的不错的。看我这4主枝的开心樱桃树，它最低的这一个分枝，大概也是从20几厘米开始的，和采摘园里边最低的差不多。然后上边的这个大概是有30到40厘米。如果我们要是参照采摘园的那种开心型桃树的修剪模式的话，这样修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对于我们家庭来说，我觉得还是过低了。尤其是这一条从20厘米处分支出来的干，它长到最后结了很多桃子之后就被压下来，离地面其实已经很低了。它上面是有12个桃子，12个桃子就能把它压到这么低。我们从远处看看，离草已经很接近了。其实它这边这条延长枝开始长出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倾角的，但是应该是不到45度。不过后来长着长着，到后来长桃之后，一下子就把它压下来，压平了。现在呢，这条枝干上面除了今年结的很多果，还有很多新生出来的这种比较好的结果枝。看看这些都是可以结果的，这些还有这些。所以我也不能把这个干重新给它削掉，削掉就没有结果的了。我是想明年等这些新枝都结过果之后，给它从这里剪一刀回缩，然后在后边再留一条延长枝，角度稍微大一点，让它往上长一长。还有这边这条枝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当初长的角度比较大的时候，留了一个从斜下方向生长出来的延伸枝，现在是长长了，结了果被压下来之后，也是离地面比较低了。所以剪枝呀，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的。枝头如果长得太低了，我们修剪的时候就回缩，给它留一条45度角向上生长的，这样的话就能长高起来了。如果是枝头长得太高了，角度太大的话呢，那我们可能留一条平一点的，或者是30度角的，让它继续往前延伸生长。如果本身就比较平缓，离地面又有一定高度的话，那就不用在角度上做刻意的调整了。找了几条干掉的树枝，给它修剪一下。看看把这个垂下来的枝组给它撑高点，咱们在家自己弄的话，就有很多的办法。这个的高度感觉更合适一点，给它撑的角度大一点。我把这2个树枝都放在这儿撑住它，省得到时候万一其中一个断了之后有危险。这条也给它稍微的撑起了一点，稍微的调整一下，感觉要好多了，应该是够结实，能撑得住吧。这角度看起来一下就好多了，接近45度了。